跌转向，黄金万两。大家好，我是安德国小米。刚才看到了吗？就是这个水泵。客户呢自己在网上买了一个水泵，然后就加在厨房水槽下边了。装到这个位置呢合适呀，那只有厨房可以用水，卫生间就用不了水了。现在让我过来帮他重新改一下位置。他们小区呢属于那种三不管地带吧。那几年我们也知道，因为碰暖气所有小区的人都去折腾了好几趟，那有关部门都不管。后面又接天然气，那大家又是花了不少钱。现在这个水是年年出问题，尤其到了夏天。北方呢本来就是属于干旱，到了夏天你的农作物都得浇呀，用水量太大，导致他们就没水。这个水接的是不是市政自来水，我都有点怀疑。不管3七21了，先把这个水泵拆了我们要给它加到总进水的那个位置吧。业主反映这2天有水是因为下了一场雨，可能大家都不浇地了，这2天断断续续还是有水可用的。客厅靠沙发这里呢打了一组柜子，柜子里面容纳了暖气的风水器，还有自来水的走房门，就是从这里进来的，然后从地上走的，这可不是走顶，是走地。水管空间有限，我们只能从这里接，而且这个水泵呢也只能放在这里，空间太小，没地方放。总阀门已经关掉了，从这地方呢把多余的水排掉。从总阀门那相比的话，这个位置还偏高，管里的水是完全放不干净的。解吧，多余的水让它流到地上。下刀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唯一能接管的地方，空间也比较有限，所以策划这个走管方案也是研究了几分钟。配件不合适，跑到车上呢又重新拿了几个带弯头的。墙的对面呢就是管道井，到管道井看也没有阀门，所以这个位置也没法改，除非的话到水表那里去关。这么多年的房子了，估计水表那儿都关不严，万一关不严，我们管就没法容了，所以就从这个有限的空间，从这里甩一个弯过来，然后和这个主管接上。就这么定了，开干。大家如果有好的方法呢，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变通自己的思路。像这种情况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采取用波纹管来接呢？那就省事多了，一根波纹管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不过又感觉用 PPR 管走出来呢更加安全和放心。似乎干这种活呢都是在这种狭小的空间里面操作，这还算宽敞的40公分，摄影师想要拍一个全面一点的镜头那都很难，因为只能容纳下5。完了，热这个管的时候不太好容了。这个水管要给它推出去，不行，到管道井这边来处理吧。从里面推不出来是被暖气管顶着了，从这里直接把它拽到底，那我们里面空间宽一点呢，容这个管就好干活了。增压泵和前置过滤器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水流方向呢，它会有一个标识，方向这个一定不要搞错。一般箭头标的都很明确，水流的进和出都有。这回可以把这个管拉出来了，拉出来我们用3个弯头给它接一下，空间实在有限，3个弯头。但愿希望这个水泵的质量好一点，不要坏，因为下一次的维修空间那真的是没有了。下一次再动这个管的话，估计这个柜底的木板是保不住了，必须要拆掉了。水泵以后有问题，那只能换同款了。家里面安装这种水泵呢，和暖气的那个增压泵呢，都是有争议的。好多人说你家没水，你装个水泵，好了，你家有水了，那别人家更没水了，水都抽到你家来了，然后这个东西是有争议的。可能解决这个用水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全部小区的人都出来去找物业，或者去找开发商，或者去找有关部门，把这个用水的问题呢彻底解决掉，而并不是说你家装泵，我家装泵，家家都装泵。水管接好了，开始试水。加上泵，这个水流量果然是大了一些，但是通过水流量来看，这个压力应该在2.5到3公斤左右。好了，敬请期待吧，估计他家楼上楼下对门过2天都得装泵。